1992年8月3日凌晨深夜，北京復興醫院重症病房內，值班的護士正例行檢查。看護本上記錄的是一個57歲的中年男子，最近幾天他一直處於低燒的昏迷狀態，病情診斷一欄上寫着肝癌晚期。他的面容枯槁且蠟黃，這是嚴重肝病患者典型的黃疸症狀。因為吃不下任何食物，所以躺在床上的他只能靠鼻饲和葡萄糖输液來補充身體的消耗。前段時間他還能借着安眠药勉強進入睡眠，近幾日即使是加大剂量都已经无法讓他入睡了。深夜，病房門口的警衛在站崗，病房走廊依舊戒備森嚴。這棟樓裡的醫生和護士都知道，病房裡躺着的正是四人幫的主犯之一王洪文。虽然只是57歲的年齡，但是現在躺在病床上的王洪文看上去比70歲的老頭還要蒼老憔悴。與他同在一幢病房大樓裡住院的，還有昔日與他一起被關進秦城監獄的獄友張春橋。但此時的張春橋已酣然入夢，比起50多歲的王洪文，早已年過70的張春橋身體顯得格外的健康。張並沒有什麼大病，他只是借機到醫院療養。這是護士為他進行的最後一次例行檢查。護士知道這位病人的時間不多了，在迷迷糊糊中，他的腦海中出現了幻覺，他仿佛看到了自己曾在文革工總司武鬥歲月中英勇的背影。他還看到了自己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與毛一起接受着廣場上人山人海的歡呼聲。但當他被護士關門的聲音驚醒時，他才發現自己已經是一個病入膏肓的病人。對於王洪文這個名字，很多人可能只是耳熟，畢竟是毛曾經欽點過的接班人。按道理說，在四人幫之中，王洪文最为年輕，也是身體最好的一个。那為什麼年紀輕輕的他就早早的病倒了呢？身體比已年過70的張春橋還要虛弱呢？在四人幫被打倒以後，他又經歷了什麼？他最後的日子又是怎麼度過的呢？下面就快訂閱 Zero 檔案，我們將為您講述最年輕的紅潮儲君王洪文最後一天的故事。從出身來看，王洪文的確是一個根正苗紅的貧農。1932年，王洪文出生在吉林長春西辛鄉開元村。他的父親叫王國勝，耳朵有點聾，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母親王楊氏生性膽小，為人謹慎善良。王家祖祖輩輩都是農民。小時候，王洪文同那個年代大多數貧苦農民家的孩子一樣，沒讀過書，只在私塾念了3個月的百家姓。10多歲時，他就給地主家放牛牽羊了。小時候的他長得白、文靜、會說話，是村裡公認的好孩子，很得鄉鄰們的喜愛。在他17歲那年，在距離東北土地不遠的朝鮮半島上爆發了韓戰，於是在中共的一聲聲保家衛國的宣傳下，無數的青年被捲入到這場戰爭中，乘着火車開往冰天雪地的朝鮮戰場。剛入伍1個月的王洪文也是其中一員。幸運的是，他活着走出來了。他在部隊一直待到1958年，26歲的王洪文退伍後，轉業到了上海棉紡織17廠。初到工廠，王洪文對於被安排做保全非常不滿，但也毫無辦法，只得不情不願地下到車間，整日與機器打交道。就這樣過了4年，1960年，工廠準備派王洪文等人去崇明島開墾農業，這再次引起了他的不滿，每天在島上只是打鳥、釣魚等，生活的吊兒郎當。1964年，他才被調回工廠保衛科當幹事。如果只是按這個路線發展下去，沒有什麼背景的王洪文，最多可能也只能混個棉紡織廠裡的保衛科長，或者當個小處長。但是就在他34歲那年，天安門上的偉大領袖揮了揮手，文革開始了。這除了是北京中央的大亂鬥、消滅政敵的時機以外，也是各路小螞蚱蹦躂的機會。而王洪文這隻小螞蚱抓住了這個機會，而且蹦躂的還挺猛。其實，在被毛看中之前，王洪文早已名揚上海灘。文革大潮掀起後，王洪文、潘國平等工人舉旗造反。他們一上場就氣勢如虹，大手筆地把目標對準上海市委，為此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並要求市委承認。市委以中央不允許成立跨行業組織為由拒絕。工總司負荊告狀，潘國平率1000人登上去北京的列車，受阻於南京。
王洪文率1000人登上去鄭州的特快，受阻於安亭，他們臥軌拦車，擴大事態。張春橋要收編上海工人造反組織，不顧市委反對，答應了工總司的要求。當時正值紅衛兵運動出現亂象，躍出了毛澤東設想的軌道。毛有意讓工人替代紅衛兵推進運動，便贊同了張春橋的意見。工總司旗開得勝，頭頭們論功行賞，排座次。此前潘國平的風頭在王洪文之上，王洪文提出先自薦在平邑，讓最根正苗紅的當負責人。他先自报家門，雇農出身，在長春郊區長大，從小放豬放牛，16歲參加志願軍援朝打仗，退伍後到上海國棉17廠當過保全工和保衛科幹事。四清时貼工作隊和黨委的大字報，文革後率先造反，是共產黨員。而光黨员一條就把潘國平比了下去，他如願當上了工总司的司令。1967年1月6日，上海召開批鬥陳丕顯、曹迪秋等市委領導大會，王洪文壓軸講話，在宣告上海就市委垮台的同時，也宣告他本人登上政治大舞台。這就是震驚全國的1月風暴。不久，上海新政府革命委員會成立，王洪文當上了副主任。說實話，身在上海的王洪文再有名，身居北京的毛澤東也不可能認識，但老天卻給了王洪文一個機會。1967年7月，武漢2個造反組織發生聲勢浩大的武鬥，毛親自去調解，不料他的駐地東湖賓館被包圍，他倉皇出逃，撤到上海。經周恩來安排，毛住到西郊顧家花園414號招待所，當時正值上海8四事件。王洪文調動了30多萬工人，提着長矛短棍，出動了卡車、鏟車、消防車，砸掉了反對市革委會和工總司的造反組織。毛澤東深夜坐裝甲保險車到外灘巡視，看見一群手持長矛、頭戴安全帽的工人在上海市革委會門前站崗，覺得上海的形勢與武漢大不一樣，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夠左右全局，非常高興。他對張春橋說，要重建上海民兵，只是武裝10萬工人。張春橋問要不要發槍，毛澤東說每人發1條棍子。因為看到毛澤東格外垂青工人造反派，張春橋讓電視台多安排一些這類節目。毛正好看到王洪文在批鬥會上的總結發言。張春橋深知毛澤東要依靠上海的工人階級，所以就把王洪文和工總司當成自己的籌碼，將王洪文介紹給毛。聽了王洪文的紅色履歷後，毛非常感興趣。1968年國慶節，黨中央、國務院邀請全國工人和工宣隊的代表到北京觀禮，王洪文作為上海代表團的領隊，住進中南海。深夜，周恩來看望了他們。使王洪文感到意外的是，在那麼多代表中，毛澤東單獨接見了他。在檢閱遊行隊伍時，張春橋引領王洪文走進天安門城樓的貴賓室，王洪文向毛澤東敬禮，毛把王洪文介紹給身邊的林彪。而這時的林彪絕不會想到，這個無名小卒將是他的替身。很多人都以為王洪文是在10大才發跡，其實早在中共9大上，王洪文就出人頭地了。國慶觀禮結束後，代表團回到上海，王洪文卻被留在了北京，指定列席中共8屆12中全會。毛在會上當众表揚了他。到上海後，王洪文向徐景賢等人講了毛澤東接見他的過程，並把與毛澤東的合影送到上海展覽館展覽。看到毛對王洪文如此重视，張春橋馬上調整上海市革委會的座次，王洪文成了王老三，排在張堯之後。在接下來的9大上，王洪文作為上海代表团的負責人，在大大小小的會議上頻繁拋頭露面。4月14日，王洪文在毛的安排下走上了9大的講台。在第2天的大會公報上，王洪文的名字第一次和毛澤東、林彪等中共高層排在一起，他的发言照片也被放在報紙的顯著位置。而王洪文真正被毛決定列為接班人，應該是在1971年的913事件之後。昔日親密戰友林彪的背叛，給了年邁的毛重重的一擊，讓毛一病不起。多疑的毛覺得自己身邊的那些老家伙都不是好東西，一個個都想撲上來篡自己的皇位，自己必須在臨死之前找一個年輕且忠誠的皇儲繼位。而此時臥床不起的毛，
又想到了曾經那個在文革之初在上海灘英勇搏鬥的王洪文。在上海的王洪文到北京接受毛澤東指示，負責上海地区的林彪專案工作。重要的材料由他派人直接送给周恩来轉毛澤東。1972年9月的一天，王洪文接到張春橋打來的一通電話，讓他馬上移交工作，調他到北京學習一段時間。其實這時的毛已經決定從下面選一個接班人，王洪文應該是第一人選。但毛只見過王洪文幾面，不知道他能不能胜任，所以決定先把王洪文調到身邊。9月7日上午，王洪文坐飛機到北京，從此青雲直上。不過這時包括王洪文自己，誰也沒想到他會越過張堯，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安排王洪文住進釣魚台9號樓，和張堯住在一起。王洪文搞不清中央調他的意圖，但重用他是肯定的了。毛多次找王洪文談話，詳細問他的歷史，提出各種問題，以試探這位準皇儲的底細。毛還特意關照周恩來傳幫帶。受到毛的寵信，讓王洪文急於表現自己。他一邊學習，一邊參加中央工作。中央辦公廳給王洪文送來完整的馬恩列斯和毛澤東的著作。開始，王洪文小心謹慎，認真學習，還把上海市委寫作組的主力肖木調來當他的學習輔導員，幫他制定了學習計劃，每天讀2個小時的書。工作再忙也雷打不動。看毛澤東在學習英語，王洪文也從上海复旦大學外語系找了一個姓黃的教員教他英語。而實際上，王洪文並不喜歡這樣的生活，整天學習開會，對一向坐不住的他來說，實在苦不堪言。而且老婆孩子也不在北京，王洪文打電話向上海的死黨馬天水訴苦，寂寞透了。但王洪文知道，現在是關鍵時刻，自己一言一行都要經得起毛澤東的考察。毛有時也派王洪文到矛盾比較尖銳的新疆、浙江等地。王洪文喜歡外出，中央特派员们地方隆重接待，而且處理兩派衝突和武鬥，他輕車熟路。他在上海時，經常到現場處理和調解兩派的矛盾，積累了一些經驗。他處理過的地區形勢都有所好轉。毛澤東對王洪文的好感逐日增加。這時，毛澤東已經在考慮把王洪文放在張春橋之上了。他當面對張春橋說：“王洪文當過工人，當過兵，當過農民，他的條件比你我優越。我們要了解工農兵，還要搞調查研究。他自己做過工，當過兵了，已經具備這種條件。”1973年8月，中共10大開幕，80歲的毛澤東主持會議，75歲的周恩來做政治報告，38歲的王洪文做修改黨章的報告。而上一次的9大上做政治報告的，正是前不久在溫都爾汗墜機的林彪。在這次提前展開的中共10大上，王洪文宣讀的黨章修改報告中，抹去了毛澤東前親密戰友林彪的地位。如今，王洪文當上了僅次於周恩來的黨中央副主席，其接班人地位已確鑿無疑。8月28日開閉幕式時，毛因身體不適缺席。周恩來宣布，今天大會毛主席請假，委托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周恩來宣布投票開始，王洪文穿上新軍裝，第一個從座位上站起來，大步走到毛的座位前，拿起毛的選票。就這樣，王洪文名正言順地坐到了黨中央副主席的位置上。10大前，王洪文到上海調研，對市委寫作組負責人朱永嘉說，毛主席讓他讀《後漢書》中的劉盆子傳，古文他讀不懂，要朱永嘉給他講講。毛澤東讓王洪文讀《劉盆子傳》，大有用意。西漢末年，放牛娃出身的劉盆子是漢高祖劉邦的後代，15歲時摸彩摸到皇帝的寶座，當了皇帝，仍與一般放牛娃玩在一起。王洪文的經歷與劉盆子相似，顯然毛想借劉盆子提醒王洪文，按劉盆子的資歷、能力和社會地位是沒有資格當皇帝的，只是僥倖依仗了劉氏宗室。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不學習，結果也會像劉盆子一樣，最後狼狽地捲起鋪蓋走人。朱永嘉用白話文讀完《劉盆子傳》後，政治嗅覺靈敏的王洪文當然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但很快王洪文就把這茬事拋在腦後。王洪文當上接班人後，
黛玉馬上鳥槍換炮。釣魚台16號樓原是中央文革小組的辦公地點，全面修繕後讓給王洪文一個人住，另外還給他新建了一座高級別墅，還組建了一個龐大的工作和服務班子，先後配備4名秘書，還有專門的保健醫生和護士。8341部隊派出警衛人員一級保衛，外出時中央警衛局還要派1名科長跟隨。王洪文本来就是個酒桶，有酒必喝，酒量不算太大，但貪杯。現在有了條件，更發展到頓頓少不了酒。酒足飯飽後就開始玩，雖然頭頂着副主席的頭銜，但王洪文平日裡的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用在打撲克、下棋、釣魚、找獵、看黃色電影和淫穢錄像，經常忙得連軸轉。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表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王洪文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占有9辆汽车，到外地坐飛机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国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1-2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3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而他喝的則是茅台、人參、三邊等名酒。更為過分的是，王洪文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包了橘子一半一半餵進他嘴裡。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他還經常在中南海裡騎着摩托車轟着油門，經過毛的寢宮，他直接在中南海拋竿釣魚。打獵就到軍用機場，拿着上海方面送的新式獵槍，用吉普車的燈光照着，秋天打野雞，冬夜打野兔。不愧當過兵，王洪文的槍法很準，一槍一個，可以連續打幾個小時。實在無聊的時候，就用專線電話給上海的死黨們打電話訴苦，說自己在北京有多無聊，電話一打就是一整天。在那個年代，能打一整天電話絕對是非常腐敗的行為了，因為普通人是沒有電話可用的，通信方式都是用電報。惜字如金。大陸是直到70年代末期改革開放以後，長途電話才開始出現在普通人的生活中，但都要事前到電訊局或郵局預約及排隊輪候，有時要花上2-3小時才能通話幾分鐘。當然，毛對這位自己欽點的太子的表現都是知曉的，毛逐漸認識到王的不成器。而真正讓毛徹底冷落王洪文則另有他因。在當上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初，王洪文进出於毛澤東的書房，一次又一次參加會見外國首腦。毛讓王洪文與外國首腦見面，讓他出現在照相機前，樹立他的威信，便於他接班。王洪文的名字出現在眾多的電訊上，他和毛澤東、周恩來、外國首腦的合影印在中國的大小報上，世界各國的報刊上。隨着新聞媒介的傳播，不明一文的王洪文在全世界享有頗高知名度。在報紙上，人們看到毛澤東在接見各國元首時，身邊出現了一個年輕的面孔。1973年，王洪文6次參加這樣高級首腦會見，在外國記者的眼裡，王洪文也就成了中國的首腦人物。1974年上半年，毛澤東依然採用毛、周、王的陣營，10次會見外國首腦，毛周王模式，總共16次會見外國首腦人物。但好景不長，在1974年9月4日那天，毛澤東在書房會見多哥總統埃亞德馬時，坐在毛澤東之側的不再是王洪文，而是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從此之後，毛會見外國首腦，再也沒有要王洪文參加。很顯然，毛是有意疏遠王洪文，儘管王洪文此時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毛澤東已明顯地表示出對他的不信任。王洪文的接班人的形象逐漸變得模糊起來。那麼，作為毛欽定的皇儲，王洪文怎麼會那樣快就失去了毛的信任？1974年7月17日，中共召集政治局會議，毛澤東打破慣例，親自出席。在會議上，毛澤東當着眾多政治局委員面批評江青說：“他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不要搞成4人小宗派呢。”這是毛澤東少見的公開批評4人幫，也表明了毛澤東對王洪文的失望。這次會議
也基本決定了王洪文的命運。10月，四人幫決定派王洪文飛長沙，向毛澤東告周恩來和鄧小平的狀。毛澤東嚴厲批評了王洪文，再次說：“你們不要搞上海幫。”也就是自此以後，毛澤東明顯冷淡了王洪文。從歷史上看，毛对小宗派最為反感，因為熟知古代帝王術的他，絕不容許底下的人有任何結盟的情況發生。自古以來，大臣們的聯合是對皇權最大的威脅，王顯然是犯了毛的大忌。毛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就是認為劉少奇已經成了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頭子。毛後來對林彪表現出不信任，也是認為林彪組成了自己的班底，把控了軍隊。當毛發現王洪文已和江青等人組成政治同盟時，他就開始考慮取消王洪文的接班人資格。周恩來病重後，毛逐步把權力轉移到鄧小平身上。1975年1月8日，在10屆二中全會上，經毛提議，增選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在討論國務院人選時，確定鄧小平僅次於周恩來，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1975年8月，王洪文被毛澤東發配到上海蹲點，他在上海窩了幾個月，國慶節也懶得回北京。王洪文從1973年8月中共10大成為第3號人物，到1974年7月17日受到毛澤東尖銳批評，連1年都不到。1976年9月9日，毛某去世。1976年10月6日晚，毛生前指定的第4個接班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與中共元帥葉劍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警衛局局長汪東興坐鎮中南海懷仁堂，導演了一出抓捕四人幫的歷史大戲。四人幫包括毛澤東的妻子、中共政治局委員江青、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春橋、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共意識形態總管姚文元。據汪東興回憶，抓捕王之前，抓捕小組就考慮到王年輕，當過兵，上過朝鮮戰場，當過保衛幹事，為防止出現意外，抓捕行動小組事先制定了周密計劃。當王洪文來到中南海懷仁堂時，他的貼身警衛被攔在門外。等他走到懷仁堂的走廊上時，行動小組的警衛立刻撲上前去，扭住他的雙手。當時王還沒有明白自己已經被捕了，還在大聲斥責抓他的人：“你們幹什麼？我是來開會的。”但警衛們仍不放開他。王急了，立刻奮力反抗。他一邊拳打腳踢抓捕他的人，一邊拼力掙脫。行動小組的警衛們一擁而上，很快將他制服。隨後，王洪文被扭着双臂來到懷仁堂大廳，華國鋒站起來向他宣讀中共中央的隔離審查決定。還沒等華國鋒念完，王突然大吼一聲，挣脫開警衛人員的扭缚，像一頭發怒的獅子伸開雙手，由5、6米遠的地方向葉劍英猛撲過去。當時主持抓捕的汪東興伸手就要掏槍，但隨後又將手放下了，因為雙方太近，開槍可能會造成誤傷。葉劍英顯得很鎮定，靜靜坐在那裡一動不動。就在王洪文距離他只有1、2米的時候，幾名警衛衝上去，死死地將王摁在地上，並給他戴上手銬。王一直在掙扎。當華國鋒繼續念完決定後，行動小組將王抬出懷仁堂，塞進早已停在外面的汽車裡。就這樣，毛澤東生前指定的第3個接班人王洪文淪為了階下囚。四人幫的被捕實質上是中共政權內部的一場軍事政變，而早在毛見馬克思之前，人們就借着周恩來去世的契機，在廣場上表達自己對漫長文革的反感與厭惡。在華國鋒和葉劍英的政治地位受到四人幫威脅的情況下，他們借着朝野上下的這股对文革的怨氣，成功發動了這場夺權政變。10年漫長的文革浩劫，總得有人被推到審判台上當文革禍亂的替罪羊，給眾人一個交代。但毛這座神像當然是不可以被打倒，所以四人幫就成了罪魁禍首。很显然，四人帮形成於中共10大之後，他們並不應该為文革的發动承擔主要責任。雖然他們依賴文革而爬上了政治舞台的高峰，但正如江青在庭審中所說的那樣，他不過是毛的一條狗，毛叫咬誰就咬誰。中共將罪責推到他們身上，自然是為了推卸發動文革的毛的罪責，
其目的就是掩蓋中共的邪惡本質，維持其統治地位的合法性。不過，助紂為虐的四人幫倒也不冤枉，他們身上誰沒有沾染上罪惡？否則又如何能在文革中爬上中央高位？1977年7月中旬，中共10届3中全会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鄧小平重新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務。會議還通過了關於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的決議，指出永遠開除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新生資產階級分子王洪文、國民黨特務分子張春橋、叛徒江青、阶級異己分子姚文元的黨籍，撤銷四人幫的黨內外一切職務。在1980年，王洪文的弟妹們曾經獲准前往秦城監獄探望王洪文。王洪文有3個弟弟和1個妹妹。王洪文的弟妹们在王洪文飞黄腾達的時候，仍過着平常的生活，並沒有沾大哥的光。正因為這樣，在王洪文倒台之後，他們也依然過着平常的日子，沒有受牽連。王洪文的弟妹們接到通知，趕往北京。他們在秦城監獄見到了長兄王洪文。見面的時間總共4小時，上午2小時，下午2小時。這是多年以來弟妹們與王洪文唯一的一次見面。王洪文叮囑弟妹們好好勞動，好好照料母親。1980年底，四人幫被押上中共用來泄民憤的審判台，數億中國人聚精會神，從電視熒光屏上觀看了所謂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四人幫的實況。平心而論，在四人幫之中，認罪態度最好的要算王洪文。張春橋一言不發，瞪着三角眼，以沉默相抗；姚文元總是咬文嚼字，避重就輕，至多承認犯了錯誤，不承認犯罪。江青則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大鬧法庭，以致寫下我的一點看法相抗。倒是王洪文問一答一，問二答二，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早已沒有造反司令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氣。48歲的王洪文於1981年1月經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在王洪文被判處無期徒刑不久，他的母親王楊氏因腦溢血在長春去世。與中共很多落馬高官一樣，王洪文被捕後也很悲慘。原中共軍方將軍邱會作曾在邱會作回憶錄中透露了王洪文在人民大會堂地下室和秦城監獄所遭受的駭人聽聞的酷刑虐待。這是王洪文親口向邱會作透露的。其書中記述，邱會作初見王洪文時，發現他的身體極差。當邱會作問及原因時，王洪文說，他被關押第一天起就帶着重刑具，他會自動的緊固，要是掙扎，他就會逐漸加緊，像念緊箍咒一樣，如果用勁掙扎，就會把人摔倒在地上。他戴上刑具後就沒有卸過，晚上睡覺也要戴着。最早，王洪文被關在人大會堂地下室，那裡裝了電響器，每隔幾十分鐘就會突然響一次，發出的聲音讓人感到鑽心的難受，刺激人的神經，讓人亢奮，無法抑制。有一次他喝開水，水還沒有進口就睡着了，突然響聲震醒了他，開水還是燙的，好像做了個噩夢一樣。王洪文說，他每天早晨只有1碗稀飯，中午晚上各給1個小窩頭，每天吃不到4兩糧食，因此他餓得全身發軟，連頭都抬不起來。他還有後遺症，有時剛吃完了飯，吃的是什麼東西他就想不起來了。到了公審之前才給他吃得飽一點，但吃得很差，人都浮腫了。關於提審，王洪文說，對他審問時電響器會暫停一會兒。王洪文說他渴望睡覺，受審時說着說着就睡着了，或是困得不會說話了。為了迫使王洪文交代承認自己的罪行，專案組對他搞車輪戰術，還幾次給他注射過針藥。只要注射了那種藥，無論怎麼樣也睡不着，心裡煩躁的特別痛苦。我堅決拒絕打針，他們就強行給我注射。後來的交換條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針了。為了減少痛苦，為了活下去，王洪文是讓他說什麼就說什麼，什麼都承認。邱會作還提到，一次放風時，他看到最後一個出來的王洪文剛走了沒幾步，人就像門板一樣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子。
其他人剛要過去攙扶，監管員立即說：“千萬別動，動就很危險，只有讓他自己慢慢緩過來才成。”過了2-3分鐘，王洪文才慢慢側過身來，鼻子磕出血，半個臉都是灰土。王洪文見他們幾個坐在那裡，只是露出一絲苦笑。後來，王洪文和吳法憲、邱會作關在一起。吳法憲對他說：“我們當年打長春的時候，你還是一個孩子，一下子當接班人，主持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工作，這個台你壓得住嗎？”王洪文說：“想到這些已經晚了，確實晚了。比之打天下的開國將領，他永遠是一個機器加油工，從造反到當副主席不過是南柯一夢。”在四人幫之中，王洪文最為年輕，也是身體最好的一個。但是可能由於在四人幫中他的閱歷最淺，心理承受力也最差，所以他在獄中顯得非常苦悶，長吁短嘆，愁眉苦臉。沉重的心理壓力使王洪文病倒了。據王洪文弟弟王洪雙說，王洪文自1986年起離開秦城監獄，住入公安部所屬北京復興醫院。他與張春橋住在同一幢病房大樓裡，醫療條件不錯。而年輕時的瘋狂酗酒和入獄後遭受的酷刑折磨，让王洪文的肝病越來越嚴重。最終，王洪文因肝癌死在了北京復興醫院，卒年56歲。據北京八宝山第一管火化工段月中說，王洪文死後被送往八宝山火化，为王洪文送行的只有王洪文的妻子和王洪文的兄弟。